他们就找我去做那个什么欢乐大放送啊，什么要访问艺人的。Oh my god， 我发抖。我知道你在访问蔡琴的时候，人家离婚，你讲了一句。全听你说。厕所喊救命！不是左边吗？啊？是右边。救命啊！来，姐坐，姐坐，你要补妆一下吗？你可以先补，我先唱你的歌。想一辈子留在你的身旁，像小说情节一样，是这样唱吗？啊？你怎么今天会穿黑色嘞？本来是要穿裙跟你一样颜色的，人家讲怕我走路我穿裙，我要穿 platform 什么 ？Get it 啊！不是啊，在我印象中你像卡拉夫了，你穿黑色，我就感觉你今天是要有一种防护色，你知道吗？黑色那中裙。他说。我这可以。颜色有一种。我穿的裙子这个颜色，然后彩虹在这边，彩虹的。所以你临时换就是，我跟你讲，一个人的颜色代表一个人的个性，你已经有做防范而来了。没有，颜色就是保护色。保护个屁都来了就死了，在你给你防护就死了，还保护个屁？我就不想问你怎么会来啊？你怎么会答应？首先你怎么会答应？就是你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slay 啦，slay 自己 slay。一次就好。OK， 我们自己来，我们都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很多架机。先来。OK， 这个是撰稿给我的一个开场，我觉得很美，我就读给你听。好。很多人说你身高不高，但是你身材比例很好。哦，那呀。对不对？还好。然后很多人又说你什么脾气很好，但是当你坚持起来要做事情的时候，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然后人家说你人缘好，可是你在演艺圈没有半个朋友。你。这个就是你，而且我还要再跟你讲，就是要访问中前，我直接跟你讲，我懂你，可是我不了解你。不需要了解的吗？只要你懂我，我就很舒服了。为什么要了解我 ？OK， 就从你的出道好了。就从你出道就可以看得出你这个人多牛。讲空姐入行的那一段。哦，空姐是因为我毕业之后，然后我想要离家出走，然后我没有钱，又没有朋友可以收留我。要讲说有钱的朋友有个屋子可以给我住，这样我没有钱，没有朋友，然后离家出走怎么办？然后就想哇，当空姐不错，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有一个邻居，他是在机场收那个 baggage 的。然后他每次带我去那个飞机场，他讲你看这个空中小姐多么美丽，他讲哇很美丽哦，可是我没有想过要当空中小姐。可是后来等我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，就想哎当空中小姐好，整天飞来飞去就等于离家出走，反正然后整天不在家嘛，反正就是不要在家里就是了。之所以要离家出走，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只是疼我的哥哥弟弟，不疼我，然后每次叫我做家务，问我干嘛，我不喜欢。所以我就觉得他不喜欢我，他不爱我，我要走。这个像我现在很愚蠢啊，很愚蠢的一个想法啦。不是真的不爱吧？那个是自己愚蠢，因为是愚蠢，因为你是你家唯一的女儿，就应该是很疼啊。没有，每次叫我做家务嘞，你就觉得然后我哥哥每次回来他就煮他们最爱吃的，我就随便吃。然后我是飞了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每次飞长途回来，我们满桌都是我爱吃的，然后家务也不用做，然后就哦，原来是因为哥哥每次当兵回来很累很辛苦。所以那个时候不用做东西 ，OK， 煮的都是他们的。可是我就这么愚蠢的嘛，很笨呐。OK， 现在我明白了。所以你就去报考了空姐。你很有毅力耶。因为我考了10次，用了多长的时间？1年，就是他1年里，他每一个月他都会在酒店里面 hold 一个 interview 这样，然后每一个月应征我就去，就 fail， 然后就下个月再去应征，然后就 fail。然后一直飞，一直去，一直飞，一直去。然后他们说，哦，因为我的牙齿2个大门牙中间有一个缝，不
不好看，因为你是服务业的，你一定要牙齿要很整齐的。是因为身高吗？我不会，我会查清楚的哈。如果我不在范围内，我就不要去 try 了，浪费时间嘛。如果他说是1.8你才可以当空姐，我就不会去试10次的。多少？空姐是158，我160。OK， 好了，好，真的。所以你就去试10次， 10次一直 fail， 一直 fail。你每次去的时候，那监考官看到你，有没有人笑你？有没有人看到你？我可以看到他们，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再看到我这样。后来有人说 OK， 如果你真的很想，我们建议你把你的牙齿，you know do something about it 啦，把它弄起来还是什么啦，有点不雅，他们觉得。结果你就我去弄了，还是不可以进。他说你会化妆吗？你会化一点妆吗？然后我又不会化妆，从来没有化妆，因为我妈妈没有化妆的，我家里也没有用护肤品，什么都没有的，我妈妈，所以我也不会，我没有这样的影响的嘛。我家里也没有姐妹。啊，对，然后我第8次、第9次的时候去的时候，就是之前一起去应征的，他们已经在上课了。然然后看到我，他们就帮我化妆，然后最后一次我就进去了，就顺利的到第3个interview， 他有整个3关啦。可是我进的时候，我国泰航空公司的我也进了，因为我同时2个航空公司我一起去面试。然后最后你选择了新我选航，你飞了几年？4年多。在飞行的时间呢？哈，你是一个称职的空服人员吗？听话的咯，反正我可以飞，好像10几个小时，我不曾坐下来的，我就是会一直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那个餐点伺候完毕了之后，大家可以你们去用餐了。然后用餐我也要等所有的人吃了啊，我才敢吃的，因为我是最 junior 的嘛。别人没有吃我不敢吃的，就是说我的组长没有吃我是不会吃的。是谁教你的？是一个训练，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吗？家里也是这样，长辈先吃的吗？那有没有人挑衅你啊，或者是戏弄你啊，或者是找麻烦？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有一对双胞胎的姐妹，她脸长得一模一样的嘞。你说空服人员吗？那2个都是 chief stewardess 嘞，那你就跟一个打招呼就完了吗？另外一个还没有打招呼嘞，因为那脸一样的，我不知道原来是但那个 service 完了讲了，他在楼上，叫他们3个人上来，我们是 SNY 嘛，我们是 training 来的，上去 ，You know what's manners？ 你们不懂礼貌吗？啊，你们不会打招呼的吗？家里没有教你们？因为我们是在香港，我们打招呼了，是不打招呼了？他们也是故意的。哦，OK， 他们这2姐妹也是故意的，你知道吗？故意找茬。OK， 就被骂在那边。哦，sorry， 然后下去一头雾水。那个是我姐姐，你即使打过招呼啊，你不会发现说你一次看到我在楼上，一次看到楼下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我在楼下忽然间在楼上？你们不会想的吗？对，还是整理。多打1次招呼会死吗？然后我就OK，sorry。然后以后哈，我跟你打个招呼，传过去，哎，再打多1次招呼啦，你确保安全啊！打3次嘛，礼多人不怪，你这个刻在你的脑海里面，知道吗？就是，我很喜欢这个，你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吓乖了。OK， 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同事。这个好，就是幸好来宾在，就是那个时候。对，那个时候，现在哪有人管你？现在我不知道。那客人有没有说欺负你，或者是想？那倒是没有啦，客人没有给你电话我还挺幸运，我记得也是我捧那个一个 tray 的那个饮料出去，然后不小心啊，我看至少有10杯的那个橙汁倒在一个男人的身上，10杯捧啊，不懂干嘛啦？因为可能他太帅还是什么啦。然后我就跟他讲 sorry， 他说 it's OK， 他比我还担心嘞，我担心他全身是，他担心我，担心他。哦，因为你长得漂亮。不是啦，可能他知道我是新人啦，他也心地好。OK， 那你就很顺利嘛。OK， 比如说帮客人推送行李，只有你像你这种黑心肝的才会，明明长得比我高还要叫我帮你推，只有像你这种才会。所以你真的到家放过行李？放过，常常。你觉得他是看戏咯？哎，高头大猛的那个男生哎 ，Can you help me carry this？ 你看到那个脸？没有了。Yes sir， 来 ，Excuse me。很坏的就这样吧，不要紧了，就放咯。我记得你还跟我讲说，因为你们的衣服都很窄。哦，对，有服务员，他拿那个
被单。哦，you want blanket？ 哦，然后他上去开，下来他的内衣在上面，他的衣服下去了，上去他下来，他内衣在上面，他的可白要下来了。那个白先就，我不知道是他衣服太长还是胸罩太松啊，一上去下来，他胸罩在那里连在那里。我同事这边，你狗屁的！一直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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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笑哎！这是我要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还没有开场几分钟，我们俩笑到眼泪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等一下，拿纸巾。这个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这个是你做空姐很多很好笑的事情，而且你们的这个福利也特别好。因为以前飞行的班次没有像现在这样频密嘛，现在可能一天有4、5趟去伦敦 whatever。以前我现在去伦敦，我现在拜一去伦敦，拜5才有另外一趟，所以我拜一到伦敦我就在那边哇可以到处去玩了，然后拜5另外一趟飞机到伦敦的时候我才回家。我还记得你跟我讲说，以前当年你们到马尔代夫，你们可以住5天，然后你们还要把你们卡巴亚拉起来，走那个水，然后才进入到 villa 坐船，然后就到那个地方。如果你不介意啦，就是当时在空姐的收入可以高多少？20年前呢，4500、4000多，很高哎。对，每天打开西哇，然后到处飞。然后我没有存到钱，因为我一到一个地方，我就会花钱买车票，然后到处坐火车到处去旅行。所以我4年多回来，我1分钱都没有留到。我的跟我一起飞2年的一个空姐，2年嘞，她讲她有2万块，我说哇，因为他们每天在那个房间里面煮面啦、煮粥啦、带罐头去吃，我是天天 room service 哇，很开心 room service 一张桌子推进来，我吃完穿美美，结果到时候走，这样。你很享受那4年的生活。刚刚开始啊，后来我又发现。我想家，因为很开心。可是你开心，你一个人是不够的。如果你这个开心可以跟别人分享，你的开心就会成倍了。所以你后来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会从空姐？我想家，所以我要辞职。你先辞职才去当歌手？我想要辞职，可是我不知道做什么。然后我高中毕业成绩也不怎么样，然后去做 clerk 好像在办公室打字啦，还是做什么东西，就好像有点。单调，然后因为那个我在当空姐的时候，我也去上仪态班，因为我还是很粗鲁啦，然后我想要好好的做一个女人啦，因为我已经是空姐了嘛。虽然在当空姐的上面有教你仪态，但是我想要去进一步的提升我的个人的那个魅力跟气质这样。我就然后那个时候去上了仪态班，然后他们就当模特，所以当模特的时候我就做一些平面的，然后就有人就认识我 as a 模特，所以他们就因为觉得我样子的。关系啦，可能就问我要不要出唱片，我说可以出唱片的没？他们没听你唱歌，就因为模特有一张照片。我有去试音我去试音，我有去那个 studio 里面唱歌，然后我就试 Ken Lim 啦那个 High Records， 他就听，他讲不错，因为我是有点音乐细胞啦 ，OK， 不会走音，不会什么，所以你就毅然决然的去离职空姐。对我真的很白痴，因为我觉得当歌手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internet， 我也没有什么认知说当歌手，我觉得歌手原来歌手刘德华啦什么很有名的嘛，所以当歌手就有钱啦。我说 OK 了，当歌手了，我就辞职了。然后我的家人是担心到你为什么辞职？你有一份工作好好，因为我当时要当空姐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很担心，你飞来飞去啦，又怕危险啦，怕给人家欺负啦，我就像白痴这样。然后终于稳定下来，然后我又要辞职当歌手。你当歌手是就直接专辑，还是你先去唱歌有钱赚？直接出专辑。直接出专第一张专辑是？第一张不在这里。没有在这里。已经绝版了。裸背的那一张其实是裸露上身的，我是用手盖住诶。哇，我跟你讲我没有跟我爸爸妈妈说嘞，连报纸出嘞，我的爸爸差一点晕倒嘞，差一点心脏病嘞。为什么这样没有穿衣服的？你哥哥他们呢？我不敢看。他们怎么样？不敢看，他们真的没有。我就跟他们说，这个是一个经理讲的，就是一个 strategy 来的。OK。所以你出了专辑之后，专辑大卖吗？没有啦，一张专辑10首歌，1首歌100块，所以一张专辑我就赚1000块了，我没有了。我是这样的当歌手是这样的然后，
所以还好，因为我还一直在 part time modeling， 我还有做一些兼职的模特的工作。你总共出了几张专辑？三张，刚一个裸背的，然后这个小女人的独白。第3张是那个电视台帮我出的。所以就3张专辑不是特别好卖，觉得自己不适合当歌手是吧？我也不是说因为我不适合当歌手而要转行，只是说因为我出了2张唱片，我就没有什么东西做了，然后就等待有人请我去表演，然后就是这样哎。然后我哥说你最好找一份工作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做东西啊，你不可能只是出1张专辑，2年后再出多1张，然后你要等多3年4年再出多1张，然后间中你要做什么？你一定要有东西做啊。那还好我有当模特，然后当然我唱片公司也挺好的，我有去一个应征是做主持人的，就是流行都市系列，流行都市上海、北京，流行都市东京、新加坡、吉隆坡，这样我就是新加坡，你就去面试，我去面试主持人呢，然后我就好，因为我哥说也要找工作嘛，我就去了，然后他就叫我介绍牛车水，我就用华语。潮州音的那个华语全部出来了，然后做什么了？乱讲啦！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得到那份工作。NG 最多几次？就是在出道时来说，我看20来次都有吧。那还好啦。什么还好？还好啦。你要再讲我们的同事吗？哎呀，不一样嘛。可是很有压力的。全世界都有那个默契，啊，别人出道10年，不一样吗？哎呀，他紧张，因为碰到你，觉得搭档是你，他更紧张。是自己讲感想。然后我哥哥看到我上那个节目，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讲什么可以陶冶心情，我哥哥看到马上打电话给我，什么陶冶心情？要陶冶什么？陶冶心情。3点水跟2点水你不会啊？你不会查字典啊？你不查字典，你不懂，你工作人员没有人懂的。你做华语节目没有人懂那个华语，他写的人不懂你讲错啊。他们讲说那你是为什么我的眼泪就是流？OK。你有很好的这个家人在保护你、照顾你，而且以前我们主持节目真的是带字典出门的。如果犯这样的错误，其实有家人提点你，会跟人家笑他讲。OK 啊，就是好像现在有时候还看到前一阵子讲说这件事情怎么这么辣手。怎么全世界没有人跟他讲这叫很棘手？因为那个字就是辣嘛，很辣手，怎样辣手？怎么办呢？出解了嘞！你没有打电话去吗？我不懂，这一定有很多关，导演、cameraman、AP， 还有剪接嘞，对，还有同事。如果是那个同事，我一定那个没有嘞。如果你讲辣手，我就静静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蹦墙辣手，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要讲。剪接师、配音师、editor、监制层把关，出街了之后讲这件事情很辣手，怎么办？我不懂，不要问我。你也会静静不理我啊？可能你最新的有最新的标准了嘛？因为你比较 updated 嘛。你不要这样子啦，这个就是钟景，OK？他常常很谦虚的，不会去指导别人，他觉得可能人家的是更厉害的，你很容易妄自菲薄。不是啦，我可能会说，这个是辣手啊，还是棘手啊？辣手OK，辣手啊，没他辣手。我就会咬我的舌头，然后继续下去。反正回来 VO 的人是他，不是我。我觉得很庆幸的是，最起码我碰到的钟情啊，就是我们搭档过很多节目，他就是跟他这种表情，只要我有犯错误或者是什么东西，他都会用咬舌头。用表情来提示我，最起码你不会放我去死。等一下我要哭了，很感动啊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放我去死，但是我也看过他很冷眼的觉得这个人我不熟，不适合去提醒，因为在那个场合你提醒他、纠正他，可能让他很难堪，不一定是好的。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听意见的嘛，有的没得给意见你以为你很好心给人家意见，人家不一定会喜欢听你的意见的，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的嘛。而且你不给人家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主要我不要给他压力。我特别欣赏你一点，你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准时到就是迟到。什么准时到就迟到？就是准时到是应该的，但是你除了准时到以外，其实你比人家更早到。每次我们如果9点通告，9点你就可以看到钟情就已经衣服拿好，
准时9点整，你就已经香香的、好好的，什么定 ready 就已经出现在你面前。后来我发现，其实你比9点之前，你每一次8点50你就到，但是你常常关在你的车子里面不出来。当然，你说你是在缓冲，给自己做一点心理上的准备，喷香水、擦 cream、补妆 ready。最重要，你不小心透露一点，你可能都忘记了。我说你这么早来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跟他讲不要啦，等我出来，人家看到我那么早到，你给人家压力怎么办？我讲过这个。哇，我心真的整个是。我觉得为什么你这么好？是的，会的。知道你准时的人都知道，跟阿杰主持节目是大家都要准时到。其实你已经更早到了，但是你又不会说哇大大方方，我8点50就在那边做给你们看，好榜样，好榜样。你另外一个很保护人家的一种想法就是，我早出现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不是很难过？会有压力的。对，因为我好像之前有早就坐在那边，然后那些比较迟来的人就会，然后想我会感觉到他们的压力说，你干嘛每次这样早到，然后就 OK，我不要这样到，准整到就好。如果早到了，我就在那边等啊，9点 OK 好就出来了。哦，开工也好了。这点所有的同行同辈跟晚辈们真的要学习。我感受得到。还有，你记得我们在优频道的时候，很苦的作战的日子，袁氏一家人，拍那个袁氏一家人。那时候你给我很大的启发，就是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刚回来。你记得那时候我们有5个演员吗？你宋一菲、洪以欣，还有一个男的，我还有一个哲雄啊，哲雄啊，还有 David 刚啊，David 刚光头不用讲。那个时候我们只有1个化妆师，我们9点开场，头套加化妆平均1个钟头，所以你想看看我们9点8、7、6、5、4点要第1个人来化妆，然后助导就下来就讲说 OK 对不起跟你们这样讲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，所以他们就抽签，讲说你们说第1个就4点来，你第1个就讲说不用，我第1个来。哦呀！哇，你给我们带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老人家睡得少，你看，你又来了。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场景，收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、2点，有时候1、2点。回去卸妆，听说你上 cream 时间要1个钟头，夸张了。4点再来，每天那时候袁氏一家人这样。你就是永远第1个到场，然后我们就陆续1个来，你等4个钟头。因为我很怕人家等我，所以我希望我第1个做完了的话，我等你们，不要紧，你们慢慢来。那我可以继续睡吗？因为人家等我的时候，我会很紧张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紧张。频道你是台柱，你是阿姐，你竖起了最好的一个榜样之后，我就觉得你真的是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。我没有那样想啦。我觉得我必须在这个时候让人家知道，很多时候艺人的风光跟艺人的成功，你不是看到只是一时之间，他有很多点滴滴的这些付出。你看你做了歌星之后，你去当那个主持人，然后就进了电视台，先拍卫斯理，然后就主持。对我，当了歌手之后，我做那个流行都市系列之后，后来他们就玩完了2年，我才拍2年就完了，然后又没有工作了。然后我的唱片公司老板就介绍我给 Mr. Man 当时的文树生先生，然后刚好成人杂志那个时候是周初明、王璐江、潘玲玲还有何永芳，然后何永芳要被派去中国3个月拍戏 ，Mr. Man 就说 OK 好，你叫钟情来带3个月。我想来了，机会来了，什么3个月？一做就30年给钱了，不要走，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。然后进来之后，他们就改了，因为我的关系，可能就改成我跟吴金仙、黄素芳、王璐江，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平民化，然后就扮鬼扮马这样扮各种不一样的角色，然后就那个时候你做主持人的时候，你身旁的家人朋友有没有很惊讶？就是对我以前的那个空姐的同事说你哑巴都可以做主持人，所以那个时候压力会不会很大？很大，很害怕吗？因为如果我不是需要一份工作，我干嘛要逼自己做一个我不擅长的东西？语文能力不是很强，然后我又不是常常讲话，你一定要常常讲话，你才会懂得表达自己的。你不常表达自己，你忽然间要你说话很难的。所以成人杂志是一种演绎的那种东西，所以蛮适合我的。那个时候刚开始，
成人杂志流行起来，所谓的红了起来之后，他们就找我去做那个什么欢乐大放送啊，什么要访问艺人的，Oh my god，我发抖啊！要访问黎明啦，访问我睡不着。我知道你在访问蔡琴的时候，人家离婚，你讲了一句，我没有访问他，我上他的节目，我不知道怎么鼓励他嘞。他讲为什么你叫钟情？我说因为我本来叫黄桂琴，然后我希望我当歌手我要我要一个艺名2个字的，好像蔡琴这样的哈。可是我保留我的情，所以我就叫钟情。他讲你干嘛要像我呢？我离过婚，然后就他有婚姻失败，我说然后我就失败怎么办？失败乃成功之母。你结婚没有？没有，因为我很崇拜你，所以我样样都要学你。你不要学我，我结婚失败。不会吗？失败乃成功之母，这个是罗兰说的吗？就把我的谚语唯一一句我懂的谚语就搬出来用啦，就。然后他就傻眼嘛，他也傻眼。赶快接下去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然后我跟我哥讲，我哥哥就又很气又要笑，懂吗？又很气我，又想笑我。OK， 然后你说主持的时候，你的压力又很大，每天在做成人杂志的时候很红很红，可是那个时候你的面对你自己心里的压力跟真的是很大的。对啊，我都没有看我的节目的，我不敢看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拍成人杂志的时候，我还不习惯看我自己在电视上，我不习惯。你知道你在成人杂志说这多成功吗？我知道很成功那个时候啦，现在看起来才知道原来那样这么成功。我们4个人一出去如果我们有宣传了，那个购物中心如果有4层楼的，4层楼全部爆满了，然后还有台前面全部满，好像什么海外的明星。是的，是这样可怕的嘞。是的，而且你知道你的成人杂志改写了我们新加坡的综艺历史，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。不是我啦，是制作团队很厉害。因为那时候的成人杂志的爆红，再加上你的知名度太高了 ，Miss 丹太高了，一直以来红星大奖是跟主持人没半毛关系的。哦，对，那个时候是因为你太红到真的是，因为以前没有说最佳主持人的，主持人也不能入围参与红星大奖的最受欢迎。是吗？因为那时候你太红了，所以10大那个对，所以你让整个我改写了我们综艺历史，然后你就成为了第一个主持人拿到10大最受欢迎的女艺人，同时也增设了最佳主持人的奖项，你也是第1届最佳主持人。红星大奖98最佳主持人，成人杂志钟情。很可怕。没有你，怎么他们会看到我们吗？我常常跟他讲，红星大奖你们做，主持人不讲话，你们这样开场。所以他们终于看到了主持人的重要，跟主持人也可以，你知道听说之前主持的工作好像不是很被重视。对呀，那主持这么多综艺节目，你印象最深刻吧？我们这一下机它停了一个机，OK， 好，喝东西了。这里还有啊，很好，补妆。访问钟情让他访嘞，哎呀，太开心了今天。你知不知道我没有上访问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我非常知道。这一缝嘞，一缝 OK 了，去。后面很长啊。你确定要这样了吗？我最近要在一直查看以前你的资料，一些什么，你头发真的很美。我也是觉得。然后你真的把一天到晚都绑起来，也没意思。我今天本来要长头发下来的，不然你说有没有放下来？不要了，我说下到一缝了一下。可以吗？所以阿姐，我想问你啊，你主持到现在，对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综艺节目？有没有啊？之前有一个叫做《一见钟情》的一个综艺节目。这个节目也是扮演的，就是我身为一个女人，然后我每一集有不同的男人，他就是一个包装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。
我这个女人碰到不同的男人是怎么样处理。然后每一集的开场我都会唱一首歌，然后我又要去录歌，我要去扮演不同的角色。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燕燕，所以那个节目杨燕燕对很有趣的每一个人，我觉得那个节目太好玩了。又是一个要角色扮演的，你又开心了，你就觉得那天每天出去玩很开心。对，扮演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。OK 啊，另外一个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民厨出走了，民厨出走为什么？那个监制在这里，你小心一点。哦，对哦，对，民厨出走呀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、很好的节目，我很好是好在哪里？他把这些民俗带到一个不同的地方，而且这个地方是属于乡下也好啦，比较偏僻的地方啦。然后他要到那里找当地的食材，然后为当地的人做一些不同的料理，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。然后监中它整个过程，我们跟那个工作人员可以说是，也不可以说出生入死啦，但是大家一起很辛苦，跋山涉水啊，熬夜啊，困难重重这样。对，所以整个经历是有点辛苦，有点累，但是印象很深刻。在做的时候一直骂，干嘛叫我做这种东西？干嘛这么累？为什么来这种鬼地方？怎么这么晒？就做完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节目真的很了不起，整个构思、整个制作都很了不起。你看啊，他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他心里 VO 都是这些，可是呈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钟情好可爱，帮厨师做东西。我没有这种想法，可是他们就骂我说，我完全不帮 chef 做东西。因为你表现就是因为你表现就是猪嘛，懒得在那边做东西，所以就是你就是心里是魔鬼，外面是天使。我是外面是魔鬼，我心里是天使。不是，我不是魔鬼。这种一点怨言一定是我很诚实的，但是我有责任感，我有爱心，我善良，我懂得帮我的同事还有民厨一起。而且听说你们还碰到山崩土崩，对，然后在外熬夜之后，还有一些灵异事件。我找到一个好老公，我还没有开场几分钟，我们俩笑到眼泪。我是真的。你说他毒吗？他心里是个鬼，你逼我了。